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已经介绍过我特斯拉 Model 3很多次了，所以我就不重复内容了。今天的视频我主要就是来试试看我这个5年多的2018长距离特斯拉 Model 3到底还能不能轻松完成长距离旅行，会不会有很严重的里程焦虑，还有到底充电会让行程延迟多少。我们这次会从亚利桑那州差不多凤凰城去加州洛杉矶那儿，从这里过去基本上汽油车一趟开下去不休息的话大概是6个多小时。我们来看看电车加上充电时间大概要花多久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下计划，特斯拉的地图还有电量计算其实都蛮精确的，我们在城市里基本上不需要担心电量的问题，所以最需要担心的是中间这一段，这设计的有点奇怪，因为中间的2个充电站靠得有点近。我现在目前在凤凰城西边其中一个城市的超级充电站，这个城市叫 Buckeye， 我充到 80%， 有228英里的航距，总里程67289英里。我们之后就会讲67289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然后我们设置下一个最近的目标，也就是 Quartzsite， 距离99英里。特斯拉估计我剩下 28% 的电。如果228是 80% 的话，那 28% 就是 85.5 英里。228减 85.5 应该是 142.5， 99除以 142.5 也就是 69% 左右。老实说并不是很理想，不过我不清楚这段路有没有可能有点上坡，回程我们比对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这方向我确定没有很大的上坡，不过可能稍微的上坡也有可能影响到效能。凤凰城往北去大峡谷就是有很大的上坡，我每次往那方向就会故意把电充满一点。之后的计算我们就会直接说结果，省略这些计算时间。顺便一提，记得带一个转接一般充电站的转接头，这可以大大的减少里程焦虑。因为就算你到达不到下一个超级充电站，也可以使用一般的充电站。现在时间早上11点58分，我们开始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 28% 还会一直变化，通常是缩减。最后我们到 Quartzsite 时只剩下73英里，总里程67391英里，也就是只达到 65% 的效能。虽然这路上开得挺快的，可能比较耗电，但是的确比我想象的还要糟。我们开始充电，现在时间下午1点32分，刚开始充速度都很快，这已经飙到了每小时可以充1000多英里，电池越满它就会充得越慢。我们现在充到 80%， 它显示是226英里。目前时间下午1点50分，也就是平均1小时可以充个500多英里。看来这些超充应该升级过，我感觉比以前我来的时候还要快。充这一次电花了我16.72美金，老实说还挺贵的。超充的价位跟自己家里充不是一个档次的，只有在某些时段它会比较便宜，所以其实没有比汽油车省那么多。接下来我们设定下一个目的地，撇除中间一个特别近的超充，最近的就是这个 Indio 的超充。这2点距离117英里，估计剩余 21% 的电。我到 Indio 剩下50英里，总里程67511英里，也就是 68% 的效能。现在下午3点31分开始充电，到这边其实比较困难的2个路段已经解决了，虽然效能不算理想，但是特斯拉估计的还挺准的。基本上你地图导航后，如果还能剩下 20% 左右的电，应该都还算安全，不太需要里程焦虑。因为我知道下一站有一个 outlet， 我老婆肯定要逛了，所以这次就没有充满。充到剩155英里左右，我就导航到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， 那边有充电站。导航估计38英里后，我会剩 23% 的电，所以算安全。我到那里剩下73英里，总里程67551英里。目前下午4点35分，我把电充到 80%， 也就是227英里。时间是下午5点01分，也就是我出发到现在其实也就过了5个小时。接下来我就进城了，有很多充电站，不怕没地方充。从这里到我以前汽油车开6个小时差不多能到的地方，也就是差不多 Passenger Heights， 还要1个小时10分钟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沿途不需要加油，也要开个5个小时，多了充电时间也就多了1个小时。所以其实就算你加了充电时间，其实也没有慢多少。而且其实开6个小时不上厕所又不休息，其实还挺困难的。基本上充电站旁边都有快餐、旅馆或是购物区，让你可以上厕所和休息一下。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对我来说，
旅行时间是差不多的，不过过来时效能可能表现得有点糟。我们看看回程怎么样。我这边就只取过来时的第一段做比对，也就是从 Quartzsite 到 Buckeye， 你可以看到距离还是99英里。我这次多充了一点，多了大概10英里，也就是大概3%的电。但是现在估计到达剩余电量是35%，比之前的28%多了7%，代表这路段是真的有一点斜坡，所以回程时效能表现应该会稍微好一些。我多充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就直接打算一趟到家了，我不打算在 Buckeye 充电了。我目前电量238英里，总里程68097英里，我到家时剩下63英里，总里程68243英里，也就是开了146英里，但是消耗了175英里，83%左右的效能，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而且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在高速公路上以非常高的时速开的，通常平地 regenerate braking 才能比较好的工作，所以平均大概70%快80%的效能是差不多的。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况，我是不太有里程焦虑的，除非要爬山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往大峡谷的方向开时，可以再测试一次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，我觉得大概5年之后，这台特斯拉要完成跟这次一样的行程，可能就会有点吃力了。不过我们到时候可能就会用别台车来做长途旅行。其实租车也是一种选择，因为其实长途旅行是很损坏车的。不过这个我们5年以后再考虑吧。这样我们这次的记录就介绍完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